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提到卖人肉，恐怕有不少小伙伴会想到《水浒传》中的孙二娘，她在十字坡卖的可是人肉包子。不过文学作品毕竟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样的黑店呢？还真别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就有一家肉店非常的可疑，当地居民推测里面的肉来路不明，恐怕都是出自于店主的受害者，而且他还明目张胆的卖。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又有什么故事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人肉摊的来龙去脉吧。这位卖肉的店主名字叫做格奥尔格·卡尔·格罗斯曼。关于他童年的信息很少。在1863年的12月13日，出生于德国的诺鲁平。长大后的他性格暴躁，生活堕落，犯罪记录比比皆是。格奥尔格是个天生的虐待狂，曾经他因为强奸并虐待了一名女性，被判入狱15年。他被关进监狱后不久，这名女性就舍恨离世。出狱后的格奥尔格依然很变态，他甚至会与动物发生性行为。后来他混迹于柏林贫民窟，也当过一阵子屠夫。但他骨子里更喜欢偷懒，于是在街上当乞丐。一天的乞讨生活结束后，他就拿着讨来的钱去红灯区找最便宜的妓女寻欢作乐。日复一日，格奥尔格越来越沉落，几乎要跌到谷底了。不过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来袭，格奥尔格被征召入伍。因为受到了军事征兵记录的保护，他成功的在贫民窟楼上租了一套公寓。然而那里靠近铁路的终点站，生活环境很肮脏。其实格奥尔格整个人看上去阴森神秘，给人的印象很差，因此邻居们都很讨厌他。但对于格奥尔格来说，只要有妓女和酒精就行了，其他的一切他都漠不关心。况且他每次都能按时交房租，房东自然也就不管不顾了。每天晚上，格奥尔格都喝得醉醺醺的，跌跌撞撞的回家，身边通常还搂着一个妓女。此时战争打响，经济萧条，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不过不知道怎么的，格奥尔格却搞来了新鲜的肉，拿到街上或黑市上售卖，供应还相当的稳定。由于生意很好，格奥尔格又在火车外面搞了个热狗摊。与此同时，他的许多邻居正在挨饿。对于格奥尔格蒸蒸日上的生意，邻居们很是怀疑，一个整天混迹于酒馆妓女之间的人，怎么会有稳定的肉供应呢？事实证明，邻居们的担心是正确的。这些肉并不是出自于屠宰场，而是来自格奥尔格的受害者。这些都是跟着他进入公寓的年轻女性，对受害者都实施了侵犯，无一例外。加上他是个天生的虐待狂，在谋杀之前，受害者们都经历了想象不到的折磨、殴打、谩骂，被当成畜生一样的对待。最后，格奥尔格把他们都一一肢解了，能卖钱的肉都放在了肉摊上，蒙混过关。天知道还有多少不知情的顾客误吃了人肉。格奥尔格对此还沾沾自喜，没想到给自己找了一个赚钱的好路子。他渴望金钱和女人，这样一来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的贪婪。通常格奥尔格会在火车站闲逛，在那里他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年轻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刚从农村来柏林的，打算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这些年轻女性在柏林无依无靠，很容易就轻信别人，落入坏人之手。比如格奥尔格，据说有超过50名这样的年轻女性被引诱到他的公寓之中，在那里她们遭到了惨绝人寰的虐待。这么多女性受害，难道邻居们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其中有一个细节，在格奥尔格的公寓前面有个单独的出入口，一般邻居是不会经过这里的，除非有意为之。而且这个人平时也惹人嫌，更没有人愿意在他家门口拜访了。邻居们确实一直会听到格奥尔格的公寓里传来尖叫声，但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能是这个男人在发酒疯。而且在那个时候，贫民窟的人关心自己的温饱问题还来不及，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管别人，因此格奥尔格浑水摸鱼，趁机疯狂犯罪。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柏林附近开始出现数十具被肢解的尸体，有人还在安德烈亚斯广场附近的运河中发现了大量的人体遗骸。警方调查后宣布了，该地区有一名连环杀手正在逍遥法外。在1921年的8月，邻居们听到了格奥尔格的公寓里传来了悲惨的尖叫声以及砰砰的撞击声，紧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想起附近有连环杀手出没的新闻，格奥尔格就是个很可疑的对象了，所以邻居选择了报警。当警察冲进格奥尔格的公寓后，果然在他的床上发现了一名女性的尸体，看上去刚被谋杀不久，像是在等待屠宰的畜生一样被捆了起来。警方二话没说就逮捕了格奥尔格，并指控他一级谋杀罪。根据邻居反映，格奥尔格的公寓里面经常会有不同的年轻女性到访，大部分人都只看见他们进去，很少有看见他们出来的，真的让人匪夷所思。格奥尔格表示，具体有多少受害者自己也数不清了。警方在他的公寓里面只发现了最后一名受害者的尸体。根据公寓里面的血迹，表明最近几周至少还有其他3个人被谋杀，但遗体不知所踪，显然已经被格奥尔格处理掉了。人们再联想到他的肉摊，不禁细思极恐。平时不务正业的人，哪来这么稳定的肉资源呢？
受害者身上能卖掉的肉肯定都拿去卖了，其余的骨头或不可食用的部分都被扔到了附近的运河里面。这样处理遗体的方式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后来格奥尔格承认了20起谋杀案，而调查人员认为他的受害者人数可能高达50到100人。最终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执行之前，也就是1922年的7月5日，格奥尔格在监狱上吊自杀了。到死，警方都没有了解到详细的犯罪过程和作案动机。然而，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案件还并非个例。在发现格奥尔格犯罪生涯的同一时期，德国还有一个连环杀手正在肆无忌惮地作案，他的名字叫做卡尔·登克。他不是酒鬼，也不是瘾君子，是社区里小有名气的房东，深受租客们的欢迎。然而，从1921年开始，卡尔就开始向乞丐、流浪汉、临时工等不起眼的人下手，直到1924年的12月21日，卡尔的一个租客名叫加布里埃尔，是个车夫。他听到卡尔的房间里传来呼叫声，由于担心房东的安危，加布里埃尔立刻跑下去查看。没想到他发现了一个年轻人倒在了走廊上，鲜血从他的头皮中不停地喷涌而出。在失去意识之前，好不容易憋出个卡尔这个名字，原来是卡尔用斧头袭击了他。加布里埃尔果断报了警，这才结束了他的黑暗统治。根据警方调查，大约有30名受害者死于卡尔之手。在他的公寓里面有12个临时工匠的身份证以及大小不一的男装，厨房里面还有几个大盆，里面装满了用盐水腌过的人肉，还有各式各样的骨头，一碗琥珀色的脂肪。在发现肉块的盆子里面还有一个装满骨头的桶，保守估计里面至少有40多块人类头骨的部位。公寓后面的池塘里面还有半条人腿，更远处的森林里面还散落了许多骨骼碎片。除此之外，卡尔还有个账本，里面列出了部分姓名和日期以及人肉的重量。更让人作呕的是，卡尔从政府官员里面搞来了许可证，挨家挨户的出售肉。许多租客都表示自己收到过卡尔送的肉，本以为是好心，怕他们挨饿，没想到这是他处理尸体的一种方式。在当时，每一块肉都弥足珍贵，根本不怕卖不掉。奇怪的是，卡尔与这些人都无冤无仇，不为财不为色，他为何要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呢？不过一切的猜测都是徒劳的，因为卡尔和格奥尔格一样，他并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动机，在被逮捕后不久，在监狱里就上吊自杀了。一个摆摊卖人肉，一个腌制人肉，这两个非同寻常的连环杀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由于他们过早的自杀了，关于谋杀案的细节都少得可怜，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哪个城市会想因为食人者的文明而出名的。战争席卷带来了经济问题，再加上天灾人祸，如果一个国家发现严重的饥荒，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贩卖人肉恐怕会成为黑市兴旺的产业吧。一般来说，家底殷实的国家很少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对于那些贫穷困苦的国家，可能是摆着明面上的常态了。根据一些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我们有幸能够翻阅一些骇人听闻的历史，感悟人性里残忍的一面。你看不到黑暗，但不代表黑暗不存在。没办法，求生是本能，在生存面前，人性的底线只会一降再降。放在现在，这些情节恐怕只会在影视作品中出现，而且还是限制级的。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